眼前的小女孩骑着一匹比人还高的马，6岁的她便能将自家牲畜打理得井井有条。这是探险家关野在蒙古草原拍到的一幕。女孩骑术娴熟，凭着手中的缰绳便能掌控坐下马儿的速度。第一次被陌生人拍照，小女孩感觉有些被冒犯，厉声呵斥关野不要再靠近。这个英姿飒爽的女孩让关野产生了浓厚兴趣，他想知道是什么样的家庭培养出如此有个性的孩子。第二天，关野登门拜访，女孩一家住在草原的蒙古包内，恰逢家里被偷了39匹马。外婆告诉关野，女孩母亲外出找马去了。提及女孩名字，她有些羞涩。普杰，蒙语中寓意为天之娇女，游牧民的孩子，早早就担负起照顾牲畜的责任。家里现在有700只羊、7头牛、20匹马，牲畜放牧全靠普杰照看。还没赶羊边高的表弟巴萨偶尔也会帮些倒忙。39匹马被盗，让牧民家庭损失惨重。母亲已经出去1个月没回来。关野一边拍摄，普杰仍板着小脸，让他离远点，不然可能会被马踢到。普杰父亲早年到乌兰巴托工作，但一去不返，便再也没了消息。劈柴放牧，照顾表弟。普杰口中大人般的话语和稚嫩的面孔有着强烈的不服。他认为照顾牛羊根本没有出息。他想去上学，但他现在就连学校到底教什么都不知道。当问到以后想做什么，他说想要当老师，因为在他的世界里，对其他职业并没有任何概念。找马的母亲回来了，32岁的艾登奇美，脸上总是挂着温柔的笑容。在母亲身边，普杰才表现出小孩子该有的天真。找马的日子非常辛苦，经常是裹着外套就睡在野外，1个多月没有任何收获。眼角的皱纹能看出这位母亲遭受了生活怎样的磨砺。母亲的回来让普杰逐渐敞开了心扉。当问起如果当上老师就不能骑马了怎么办，他毫不犹豫回答，那就不骑了。对他来说，骑马是强项，但并非是兴趣所在。10月中旬，冬天就要来了，普杰一家却迟迟没搬迁到冬季牧场去。他们还对找马抱有一丝希望。刚出生的小牛犊只能在冰雪中瑟瑟发抖，家里没人在，牛棚的盖板他也没有力气盖起来。看着风雪中不安的羊群，小普杰都要愁坏了。草原上没有电视，外婆只有一台收音机，用来排解草原上枯燥的生活。但这台唯一的收音机也坏掉了，外婆修了半天也没弄好，一直没找到马。一家人准备转场了。临走前，关野给普杰一家拍了全家福，穿着蒙古传统服饰，一家人最幸福的时光定格在这一刻。关野要回去了，艾登奇美牵来一匹白马。这些日子的相处，好客善良的牧民认可了关野，即使是家里马匹仅剩不多，他们也要把这匹马送给关野当做骑。这是普杰一家送给他的礼物，但是关野没办法把马带回日本。艾登奇美坚持要帮他养着，等他来年春天回来再骑。作为回礼，关野问普杰想要什么礼物。普杰羞涩地说想要一台小霸王学习机。他并不懂学习机有什么用，只是想用来玩游戏。转场的卡车来了，他们拆掉了蒙古包，装上卡车。外婆最后用奶茶招待了关野，叮嘱他们明年一定还要再来。春天是小羊出生的季节，那时候草原会更有趣。告别了关野，一家人坐着卡车离开了。离开前，关野在乌兰巴托买了一台掌上游戏机，他担心小霸王游戏机会让普杰沉迷。春节期间，他们通过书信往来，丢失的马匹还没找到。普杰要上学了，他寄养的马儿平安度过了冬天。他们通过一些生活的琐碎细节，传递着这份跨国际的友谊。第2年春天，关野准时赴约，普杰也长高了许多。但再次见面，普杰好像并没有表现的热情，眉头又像第一次见面一样紧锁着。这次见面接待他的是普杰舅舅，却没见到艾登奇美。舅舅只是简单告知关野奇美进城了。在外放牧的外婆骑着马回来了，见到关野他很开心。外婆此时才告知了真相，她小声说着奇美去世了。按照他们的习俗不便多说，关野难以置信。同年外公也去世了，仅仅只是1个冬天，这个家庭就遭逢巨变。外婆最终耐心讲述了女儿的遭遇。在转到冬季牧场后，奇美在一次放马时被一匹暴躁的马摔下，又被马蹄踩中了马背。当时奇美只是感觉有些背疼，还在正常照顾牲畜。但几天后情况急转直下，叫了3次救护车，3天都没有进来。找车送去医院已经是第12天，又因为没有保险，牧民们鲜少有现金收入，被医院拒之门外，当晚便离开了人世。母亲的离世对普杰打击很大，见到关野带来的相册，一家人都很开心。如果没有关野，这些珍贵的画面只会随着记忆逐渐模糊。普杰又露出了笑容，这里面承载了太多对母亲的回忆。关野带来的游戏机他很喜欢，大人小孩都围着一起研究好半天。次年普杰到了上学的年纪，他穿上了新鞋子，系上了大红花，新的生活要开始了。
这是他梦寐以求的学校。岁月的魔力没有压垮他，他认真感受着这个新的世界，眼睛里绽放出求知的光。普杰上学了，舅舅也很兴奋，等不及要为普杰送上祝福的糖果。3月中旬，蒙古气温骤变，大雪覆盖了整个草原，许多牲畜找不到牧草。当地转为市场经济后，也没有了储存干草的公社，私人干草价格昂贵，他们无法负担，牧民们只能绝望地看着牲畜倒下。10年500多万头牲畜死去，牧民们损失惨重。5月份，大地开始复苏，关野完成了单车穿越蒙古的旅行。他再次来到普杰家中，果然新生了许多小羊。普杰正在帮家里照顾小羊，举手投足间，仿佛看到了母亲齐美的影子。舅舅抓了一头羊款待关野，炭火烤羊肉，这是牧民们对待客人的最高礼节。羊肉很美味，普杰的笑容也很甜，一切都向着好的方向发展。他将用相框裱好的相片送给普杰，关于母亲的记忆又清晰了一分。再次问到普杰的梦想，或许是受到关野的影响，他说以后想成为一名日语翻译，他想去看看外面更远的世界。关野离开了，外婆泣不成声，他已经将他们当作自己的孩子。2004年，关野再次来到了草原，迎接他的是长大的表弟，而外婆的脸上再也没有了笑容。普杰不在了，在一次回家途中发生交通意外夭折，时年12岁。这个如花朵一般的女孩还未绽放便已凋落，但她顽强乐观的意志却正如她名字一样，影响着许许多多的人。